好，那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演讲的因缘吧，哈，就是大概几年前开始，好像每一年都要，就是我都要做一个功课，哈，就是我们每一年都大概年底或年初的时候都会办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对大家来说是一场演讲，对我来说是功课，哈，就是说是好像。神明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要努力去准备。这几年的演讲就是不一定每一年都跟广钦老和尚有关，但是已经有2次是跟广钦老和尚有关了哈。所以因为这演讲的题目也是神明给的，所以我就努力做哈，努力做。但还好就是说就是我个人跟广钦老和尚还算是有点缘分的，因为就是说我当然没有亲自去。去拜访他，让他给我摸头一下。我们有个同学有对广钦老和尚摸过头的，摸顶，有跟他摸过头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拿到那个广钦老和尚的那个开示啊，还有他的语录，而且就读了就觉得很有趣味，然后之后我在讲易经课的时候，尤其是第1届、第2届的哈，就是我好像不知不觉偶尔就会提一下广钦老和尚，就会把广钦老和尚的一些他的一些修行啊，还有一些事迹啊，就是融入到我们易经的这个教学内容里面去啊。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子结缘，然后后来居然就有了功课，就是要在广钦老和尚好像是一个整数年，但那个时候是疫情，所以。这些寺院大庙宇就不宜办这种聚会哈。那因为我们是小团体，所以大概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要办4场演讲。刚才提到那个台北2场演讲，高雄2场演讲，就是为了那一次举办的哈。然后去年我们的这个公益演讲是讲这个清净经哈，就是这个道家的这个清净经。那这个我们是在高雄办，然后今年就是讲这个重新再回来讲这个广钦老和尚的这个。修行智慧。那因为上一次在办那4场演讲的时候，我就是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再一次把所有广钦老和尚的这些公开的出版品还有论文，全部再读过一次。那这一次就是等于是第3次读了哈，就等于算第3次再把它重新 review 一次。好，那我今天就正式开始哈。那是这样的，我是打算怎么样讲这个题目呢？我打算就是我把广钦老和尚的一生，就是用年谱的方式，我就是一段一段讲下来。那把他每一段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在修行的角度上，我们怎么去看它？我就这样子来作为我们今天这个演讲的主轴。所以等于大家听完这个演讲，好像就经历了广钦老和尚的一生，然后你也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修行问题，然后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在我们做人做事，在我们修行当中可以有什么启发，然后我们可以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哈，可以跟随这个广钦老和尚的这个智慧跟他的这个脚步哈，这大概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纲，大概是这样的进行。这个先说广钦老和尚是几岁的人？他是民国前19年出生，这个我很容易记，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国学大师叫做钱穆这他可能是开我智慧的第一个人就我大学的时候，他的书我是几乎，他的书大概有80几本，我不敢说全看过，但是应该看了70几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但是我很喜欢他，就是民国前18年生。然后广钦老和尚就比他大1岁，民国前19年生所以对我们来说，他算是一个，我们现在中华民国都超过100年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又比中华民国再早19岁，就是大家对他的年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然后他是福建惠安人，惠安的口音比较像什么呢？惠安的口音好像比较像泉州音，是不是就是比较像泉州音。泉州音是不是比较像鹿港腔是不是？怎么好像大家对这个没有什么，就比较像鹿港腔。你晓得这传统的时候，我妈跟我讲，我妈是台中人嘛她就跟我讲说，
他小学同学有一个，他们家是这个鹿港的望族，然后他是来台中念书哈，因为台中这边大概教育环境比较好，来台中念书。结果毕业以后，他因为跟我妈妈很好，就邀我妈妈去他家住几天，我妈妈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妈妈说前3天她觉得她人在国外，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视，就是广播也不是很发达，所以那个各地方的口音啊彼此不容易融合。所以各地方就是云林就有云林的腔，桃竹苗就有桃竹苗的腔，然后鹿港就有特别鹿港腔，就光鹿港跟台中这么近，鹿港跟彰化这么近，那个腔都没有办法完全融合啊，就是古代是因为交通不方便的关系，他就是前3天简直在国外，人家叫他吃饭都不晓得在说什么，好，但是3天之后，慢慢熟悉，慢慢也就懂了，抓到那个腔的那个要诀也就懂了哈。所以他这个广清老和尚是惠安人，然后他家里啊出身是很穷啊，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啊生了小孩生很多，但我们现在不知道生多少，总之就是生了很多小孩，但是又没有能力抚养，所以5岁的时候啊就把他好像是卖给别人当养子哈，但是是有特别挑选的，因为他的养父养母啊，就是说家里还算是有小康啦或者小康以上哈。但是呢，就是膝下无子，所以他收这个养子不是要来当做长工用，不是要来当做用人使唤的，他是收这个养子是真的，就是希望有个小孩这样子，所以就5岁就当人家的养子。这个你们如果有养过小猫小狗，你就知道，你这个就是你已经把它，比如说你猫狗，比如说你养了1年好了，然后你不要它了，哪怕是换主人，或者是你抛弃它，或者。其实对他心里是有一个终生会有留下一个烙印啊，所以你要想想，5岁其实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这时候，就父母又把你卖给别人，其实内心是有一点。你如果说1岁，那可能不知道，可是你都已经5岁了，其实是知道的哈。但就是这个是给人家收养子之后啊，他就是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可能会给人家收养子，也是因为他是小孩子当中身体最不好的一个。那他的养父养母对他是有尽力在照顾，但一直生病，没办法，就是用传统的方式解决，叫什么？可以拜拜，救神明，修咒克囝哈，就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啊。你像很多小孩子身体不好，就去拜妈祖啊，就是认妈祖当干妈这样子，自己就克囝。克囝那个克哈，不是客人的意思哦，克不是客人那个克。是契哦，是契约的意思，是签个契约，然后比如说我让你收我的养子，这要有证明嘛，所以是要契约，所以 K 就是 K 有那个 K 哈，是 K 有个 K， 他就去认那边他们有一个观音庙哈，就到观音庙那去拜拜啊，然后就在那边认观音当这个干妈，就这么一个仪式，而他的养母啊非常发心。除了拜拜祈福之外，他养母发愿终生吃素，为了这个小孩子的健康，终生吃素，这个是非常大，你就可见他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个老和尚，就为他终生吃素。然后这个小孩子在看妈妈吃素，就跟着妈妈吃素，然后大概知道妈妈有发这个愿，广清老和尚从小他也心里也就是我也要终身吃素。所以母子2人就终身吃素啊，但是就是也是命运不好啊。他养父养母啊，就接连着，大概在这个广清老和尚10岁跟11岁的时候接连过世。你看5岁给人家收养子，然后10岁11岁等于变孤儿了。本来只是被爸爸妈妈卖掉，现在连爸爸妈妈都没有了，就是变孤儿。11岁变孤儿，这个你可以想象，这是非常大的打击啊，非常大的打击，对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是巨大的打击。还好他有一个堂伯，还不是伯父，还是堂伯父哈，是堂伯父，看他就是很可怜。然后这个堂伯父因为在南洋工作，就带着他一起到南洋，什么地方呢？就是马来西亚，是不是有一个叫柔佛？你听这名字好像很浪漫，又柔又佛，好像柔佛。那去做什么呢？种橡胶啊，因为这个南洋这个产橡胶，柔佛那边山上呢种很多橡胶树。那刚去的11岁小孩子没什么力气，
所以去就是打杂工，帮人家煮饭，帮这些工人煮饭啊，帮工人做一些杂物啊，搬东西啊等等，就是做杂工。有没有念书？没有念书。所以广清堂上就一辈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是11岁到南洋到马来西亚去，待多久呢？待了13年。我后来发觉这个13好像跟广清堂上特别有缘，他好多事情都是13年。我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讲。他在马来西亚一待就是13年，然后11岁也还没有力气，但是到17岁就开始跟所有工人一样，就上山去橡胶园工作啊。那当然大家就是存钱嘛，那他大概也整个过程当中就慢慢在存钱，但是非常特别的一点，他都人都变孤儿了，然后这个流离到他乡去，他还坚持吃素。坚持吃素，我跟大家讲，广清堂上从5岁开始就吃素，一直吃到就是生命结束，一辈子从5岁开始吃素，一辈子都吃素。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我就演这个《论语》，《论语》里面有一段，子贡他问孔子，子贡问孔子说：“老师啊，有没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可以一辈子都做的？有没有？一辈子就做这件事情，这样这辈子就不敢说这辈子就圆满，起码这辈子就觉得这个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那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一辈子做它啊，生命的问题解决一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有没有一言可以终生而行之者乎？我跟你讲，广清堂上他即使不修行，这件事情终身做到底，吃素，一件事情做一辈子。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觉得可以做一辈子？你说有，看手机，我一辈子跟手机不离不弃，永远不想离开它。这个不是修行啊，修行是大家都知道，听我课听这么久，修行是什么？一定是逆着你的习性，你不要顺着你的习性，顺着习性就不是修行，逆的习性是修行啊。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逆着你的习性，你愿意做一辈子的？其实吃素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容易实施的做法。当然我们在家中也不一定要吃全素哈。我觉得现在有奶蛋素，其实奶蛋素很方便，而且也营养各方面也都够啊。第一个是奶蛋素，第二个呢，其实广清堂上他对这些在家的皈依的弟子啊，也常常鼓励他们吃早斋。吃早斋是闽南地区这些佛教团体一个很通行的对这些在家众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啊。然后比较正式的，比如说在黄河流域华北地区倒比较没有吃早斋这个习惯，但是在南洋地区比较有吃早斋的习惯。为什么？我跟你讲，华北地区在清代中叶之后就很穷了，所以他没有选择食物的权利，有什么就吃什么，不要说吃早斋，有的吃就不错。华北地区是比较穷的地方，物质不丰富的地方都没有选择我要吃斋或不吃斋，没有，你连选的权利都没有，反正有什么就吃什么，有就很好了。就好像你在西藏修行也没有特别要吃素一样，因为生活已经很艰苦了啊，你不要再东挑西挑了，有什么就吃什么吧。但是这个长江流域这边，因为物产比较丰富一点，这个谷类的东西可以1年2熟，所以就比较在食物上比较有选择的空间，所以就在南方，尤其是闽南这一带，就比较有这个吃早斋这样子的方便的修行方式。然后我们这个广清堂上他就很鼓励在家的这个他的皈依弟子就吃早斋。我们过去几年我们讲堂也办几次这个吃早斋的这个发愿的仪式但我们已经这2年比较没有办了因为为什么没有办？因为那些吃早斋大家都吃习惯了，就是觉得有在发愿没在发愿都一样好像大家都已经习惯吃早斋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聚会吃早斋你们知道是几点到几点吗？到10点以前。这个你可以自己定，但是一般的定法一般定法是晚上11点到早上11点，晚上11点到早上11点。那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你也可以定说12点到12点，也可以，就是看你的生活方式。但基本上都是12个小时，是12小时，因为是12个小时，所以有时候不称早斋，而称它为半日斋。
所以你不是吃全素，你起码是吃一半的素啊，就是一半，这一天当中你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是处在素食的状态，所以也叫半日斋。那我们很多同学都有从前都有发愿，就是吃早斋，所以有时候我们聚会到10:50，大家就敲碗，就说快11点了，快11点了，什么意思？就快11点了，还有什么肉还没吃的先吃，过11点就不能吃了。快11点了，还有什么酒还没喝，就把它喝完，因为过11点就不能喝了。就我们因为大家都习惯吃早斋，所以后来就没有再办那个吃早斋这个仪式，否则我们是每一年有办一次这样的仪式。但因为去年、今年也有一些新同学加入啊，所以你们如果想发个愿，怕自己说啊，我自己想吃早斋，你怕动力不足啊。冥冥当中，你感觉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光监视你有没有在做，那你就用一个仪式，大家一起来发个愿。那我们也许明年年初我们可以办一个，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如果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仪式，我们明年年初可以来办一个吃早斋的仪式。然后你大概只要参加1次或2次，你只要实施2年就习惯了，你就不会觉得不舒服，就不会觉得生活不方便，你就跟这个形式你就会融合在一起。你看我们那个建雄连续骑脚车骑通宵的到早上他都不吃荤他要等到11点，一定要等到11点，都已经体力消耗成那个样子了，整个晚上都在骑脚车，体力都消耗成那个样子，别人在吃鸡腿便当他就不吃还忍得住他说不行，要等到11点才能吃。这个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因为已经吃很多年嘛，养成习惯就不用。就是需要第一年、第2年需要好像有个仪式，或是有个压力，或者有个什么，大家聚会的时候常常有人互相监督、互相提醒。但是大概1年最多2年，你养成习惯就不需要人家提醒了，你就自己就会很高兴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找到一件你可以长期做，我不敢说叫大家终生做，起码你可以发个愿，做5年你可以做5年，尽力做。那有很多人会说，那老师我要是不小心，都12点了，太饿了，没什么东西可吃，不小心就吃了荤的东西怎么办？这没关系，我们有这个方便法，隔天念1遍《金刚经》就可以了，就念1遍《金刚经》忏悔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有一个方便法，但是你不要天天念《金刚经》。你不要说，反正念金刚经也是修行，我干脆天天念金刚经。好，这个从他去在马来西亚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启发性，就是他在那样子的一个辛苦的环境底下然后这个种橡胶树，他都还坚持吃素。所有一起工作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吃素。你们要知道，如果一群人大家都吃素，这个食物很好解决。像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兵，他就是吃素，他很痛苦，因为没有人吃素，他就特别麻烦。就别人都在吃饭，他去厨房，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单独为他在准备素，所以他必须自己去厨房简单炒个菜，或是弄点豆腐什么，就这样吃。那军队里又是这个体力消耗很大，所以他这个当兵真是吃尽了苦头。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他大家想想，11岁他在那边待了13年，就待到24岁。11岁到24岁你在做什么？我们在念书，就是从小学5年级一直到研究所毕业啦。22岁大学毕业嘛，24岁研究所毕业，就等于你小学5年级一直到研究所毕业13年。这是人生学习的黄金时间了，但他没有机会学习，就在南洋，也没有什么教育机构可以学，就在南洋就是工作存钱。但是因为他就是很刻苦自立就一定要吃书这件事情，让他的堂伯对他另眼相待，所以他堂伯就常常说，你就是一个有这个修行种子就是你是一个种子。你不要浪费了自己这个种，也常常鼓励他，就将来有机会你要回去走修行的路，这不是就是做港澳要赚大钱，这个不是你要走的路。就看你这样子这么发心，这么发愿这彻底执行这件事情，就觉得他是一个
有慧根的人。所以唐伯就很鼓励他，将来回到老家去啊，要继续走修行的路。然后他在南洋的时候，又有发生一件这个特别的事情，这可以称为预知未来事件了。就是有一天他上山要下来了，要休息了，要下山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一阵恐慌，然后我就跟大家讲，不要坐那一样是那个轻便车嘛，就跟台湾日据时代有那种小的那种轻便车哈，轨距很小的那种，他们也是坐这个轻便车，他就说不要坐，不要，我们走路下去。其他有一些人看他，平常没有这个表现，你怎么今天突然这样子，这么神情，这么紧张这样？然后大部分人都信了他的话，就用走的。当然有一个人很铁齿，他就是什么就那坚持他要坐轻便车下来，就下来车毁人亡，就到了一个桥的时候，那个不知道桥是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整个垮下去，就车毁人亡。这个事情让所有那些工人也对广清老和尚也是对他另眼相待。到以后他没有坐车，没有人敢坐车，别人都要看他坐车，大家才愿意坐车。他如果走路，所有人都跟着他走路上山。这个也是术慧就是术就是天生给你的智慧。好，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通，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跟修行有关的事情。神通，你怎么看待神通呢？好，我跟大家说一个认真修行的人一定有一些先天的因缘，一定有先天的因缘，就认真修行的人。然后只要认真修行的人，再配合你先天的因缘多多少少都会有神通，但有的比较大，有的比较小，有的只是有预感，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是有好的预感或是不好的预感，这些我们都算是小神通。就是一个认真的修行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神通，但是反之不然。有神通不代表你是认真的修行人，这个反过来是不成立的部分成立了但是不是完全成立。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是认真修行，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是自然。所以你不要为了去得神通而去修行，不用，真的是不要。因为从前有一个作者，他女朋友就是有神通，他就很希望不要有这个神通。因为对生活有很多不方便就是你可以想象，你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你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事情，其实生活是有很多不方便但有一些神通就是这个跟你修行无关，但有一些神通是跟你修行有关的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神通的部分。再来就是他24岁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工作也算是大概也存了一点钱，所以就这个传钱什么就有了，就可以回到他的故乡。24岁的时候回到故乡，所有其他的人从南洋，比如说你们工作了10年再回故乡，你回到你故乡，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娶老婆，准备娶老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样。然后到南洋去工作个8年10年，然后回来。就是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修房子，就准备要娶老婆了。大部分人是这样子安排，但他不是。他回去以后要处理几个问题。第一个，因为他养父养母已经过世了，养父养母我刚才讲，他养父养母是小康以上的家庭，所以是有田产的。这个田产要处理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养父养母是不是也有他的亲戚？他们亲戚是不是也一定会觊觎这个田产？这个亲戚是不是也会讲一些恶毒的话，说你根本就不是正式的小孩子，你不过就是个养子，养子能够继承这些田产吗？是不是一定会有是非？是不是一定有纠纷？是不是一定会有人来欺负你？是不是有人会来讲一些难听的话？这可想而知就不要说那个时候，就搞不好现在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他回到故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养父养母理论上应该要由他来继承的但是所有亲戚当然都不同意，把这些田产就找这个养父养母这个家族几个长辈来，就说他这个放弃继承，这些就是由亲戚长辈来处理。那由亲戚长辈处理，就由他们去吵架了，你就置身事外，就跟你无关了，就让他们去吵吧。你要知道，一个没有接触过任何修行的人，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然后他回来遇到这样的一笔田产，能够做这个决定。这个就是术慧。
这个就是一定天生有某种天生有某种智慧，一定天生有某种智慧的倾向，你才会很容易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说啊，人天生本来似乎都会倾向于做这个决定，只是在后天当中啊，后天的生活不容易，后天的这个生活的种种苦跟压力啊，把你训练成遇到这种事情啊，你要跟人家抢，也许要跟人家抢这件事情带有点后天性。在先天，如果是更像先天的话，只要觉得自己够吃够喝，而且从南洋也存了一笔钱回来，理论上都应该放得下手。你如果放不下手，一定是后天又受了成长环境的影响啊，怎么样又开始有很多计较的习惯哈。但他没有，这个是非常好的哈。就是我认为也许他在南洋这13年那个环境反而是一个单纯的环境，不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反而是一个单纯的环境。再加上他的堂伯啊，就常常鼓励他，将来要走修行的路，所以他回到家乡第一件事情就是放弃家产继承权，然后跟亲戚和平相处。第二件事情就是回去小时候发愿，就是认观世音菩萨做妈妈的那个庙去谢谢那个当初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住持，就那个小庙有一个住持，去谢谢他。然后就跟这个住持讲说他想要出家，但因为人生地不熟，而且这个出家你又不认识字，又决然一生，这个你想，这在传统社会，你这种人叫罗汉咖，你知道吗？又没结婚，又没有家庭，又没有长辈，没有田产，就是没有人伦亲属的这个关系网，因为你有人伦亲属的关系网，人家就可以信任嘛，就从你的人伦关系当中知道你大概是什么位置，对你就会有信任。可是你没有人伦关系的这些网络，人家就不认识你。再加上你又没有家产，没有家产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制约你，就是你有时候会想，反正我也没什么好损失的，干脆就赌下去就好，就是人就会这样子，所以。你有没有家产也关系到别人对你信不信任，就是你的 credit， 就是从这些传统的 credit， 就是从这2个地方来建立起来。这种在传统，就你这2方面都没有，在传统就叫罗汉咖，所以传统罗汉咖的那个地位是非常低的，就等于是下九流。传统说下九流，就是社会的底层。那这种社会底层，你想出家，一般就是大的寺院不太可能收。那他在家乡唯一的一个人脉关系，就是5岁的时候去拜拜发愿的那个庙，就是那个庙的小住持，等于是他唯一的人际关系，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师姑，然后就跟他讲，然后他的心愿就是说，我看我的养父养母啊，这个也有田产，可是也是一辈子烦恼，因为膝下无子嘛，一辈子烦恼，然后就这样走完一生。他就觉得说，我如果也去跟人家争田产，我的命运也会跟我的养父养母一样，也就是这样，也就这样走完一生啊，很快就走完一生。所以他就说发愿说，我要出家，我要了生死。24岁发愿要了生死，你24岁在做什么？24岁发大愿要出家了生死，这里有2个问题。第一个，你24岁在做什么？第二个，什么叫做了生死？我24岁的时候刚退伍，就在补习班教国中，在国中家教班教物理化学还有数学，然后那是晚上的课，白天就到台大哲学系去听课，去旁听。当然，因为那时候开始对哲学感兴趣，虽然我自己是工科出身，但那时候开始对哲学感兴趣，所以就白天在台大哲学系听课，晚上就去教这个物理化学。就我脑子里没有什么对人生没有什么长期的想法，对人生没有什么认真严肃的想要去思考我这辈子要做什么，没有。24岁不会吧？你24岁会去思考这辈子你要做什么吗？不会。不会，24岁就是过日子，然后有什么好玩，有什么可以跟朋友去哪里疯狂一下，做一些自己觉得很好玩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从前人24岁就想要发一辈子的大愿？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人24岁就决定他这辈子要做什么，你一定会劝他慢着，你不要那么快，
你的生命还很长，你不要现在就做决定，不然以后你会后悔。你也许到35岁或更晚再做这个决定，等你多看多听，多经历累积到一定程度，你再来做个决定。我们现代人会这样说，对不对？但为什么从前的人24岁就会做这种大愿，就会发大愿，就会决定他一辈子他觉得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我跟大家说，至少2个原因。一个原因，辛苦的生活会让人早熟。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太富裕，所以每个人都很晚熟。生活越富裕就越晚熟。所以，那你如果从小家里就环境不好，其实这种人特别容易早熟。就吃过苦的小孩子特别容易早熟。你像5岁就被人家收养，11岁变孤儿，然后到南洋去工作，等于是流离家乡，等于连熟悉的环境都没有了，熟悉的人没有了，熟悉的环境没有了，然后就从小工开始做起被人家使唤来使唤去，又没有读书，然后现在重新回到家乡，也没有人脉，没有人际关系，然后又没读书，不认识字，就罗汉咖，就这样子的生活，这种这么艰苦的生活，人很容易早熟。第二个，就是我常常讲的，古人的寿命比较短。古人你看平均寿命不就50几岁？现代人随随便便都90几岁。好，你只要好好照顾你身体，都可以90几岁。就怕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身体。以现在的医疗水准，大概90几岁都不是问题。从前50几岁，所以你想想看，他24岁就是走完人生的一半了。所以从前人只要过了20岁，都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了。现在就是过了40岁都还不承认自己是成年人，都还觉得我还很年轻，我还是个我还至少我有一颗年轻的心。现在人都很晚熟，这跟我们的寿命有关。就我常常讲，就是我们的寿命在我们内心里面安装了一个警报器。什么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呦，好像生命好像这个时间不多了？你什么时候才对你的生命开始有警觉，开始觉得应该要珍惜你的时间，开始觉得你的生命是有限的，不要随便浪费？什么时候你才会有这个警觉性？生命的一半。你本来要说什么？找到爱的时候，你好浪漫，你就是那特别晚熟的。是那个韩国总统。这通常是我们感觉到生命过了一半的时候，在那一半会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反省。我已经过了一半，那这个一半从我们脑海当中所感受到的平均寿命。比如说我们现在平均寿命，假设大家心目中都是想，这90几岁的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成熟的那一年是45岁。以后如果科技更发达，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活200岁，完蛋了，我们到100岁都还不承认自己是老人，真的。就因为我就是过一半，就过一半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我生命已经走完一半了。因为走完一半，人都会反省自己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然后这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对我生命到底是什么意义啊？到底我生命走了一半以后，到底我对生命的认识是什么？就是我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我将来要怎么样过我的下半辈子，过剩下的那一半，我才会觉得我的生命是值得的，是充实的，是有意义的，不是随随便便来没有什么意义就来晃一下，就起码人生不是白白来走一遭。这个时间点是生命的一半，所以现代的人很晚熟，大概都过了40才会开始慢慢成熟。然后，如果你家族长辈年纪都很大才过世，你就会更晚熟。习惯上是这样，你就会更晚熟。你如果想要早熟，很简单，吃苦你就会早熟，不吃苦就会晚熟。再加上你如果身体也很健康，那你会更加晚熟。就是身体太健康的，然后没吃过苦的，这种会最晚熟，最晚熟。真的，所谓的成熟，我的意思啊，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你开始认真对待你的生命，你会觉得今天花在这个地方，今天把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跟花在那件事情上有差别。你如果更年轻，你就会觉得今天我把时间花在去玩，跟花在去图书馆一样，没什么差别，因为你时间太长了。图书馆也可以明天去，可是当你开始觉得生命是有限的，是会花得完的，你就会觉得我今天做这件事情跟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有差别。
因为有差别，所以你就会选择你自己的人生，你会开始认真选择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怎么安排你的生活，你要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面，花在那上面，你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充实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这个叫成熟。而这个成熟，我有另外一个字眼，叫做人生在成熟的时候，开始有宗教性，人开始会出现宗教性。宗教性的意思，不是说你去信仰一个宗教，很多人去信仰宗教，你也没有宗教性。宗教性的意思，对我来说，就是他开始要面对人生严肃的问题，开始要面对人生不但是严肃，而且是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比如说，我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有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有没有去哪里找一本书啊？我就看了这本书，我就知道原来我人生要做这件事。没有，因为每个人人生都不一样。你人生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让你觉得充实而有意义？只有你自己能够去回答这个问题。别人的答案都是参考而已，都你要自己去寻找。当你开始觉得去寻找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就你的人生就开始有宗教性。你如果觉得干嘛人生还这么长，找什么？先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活在当下已经变成我们逃避生命最好的借口了。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借口，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修行方法。你如果把活在当下变成修行方法，你就堕入黑暗的，就走上黑暗的道路。因为现在这种氛围，活在当下变成一个借口，变成一个拖延问题的借口。你就不想面对这个问题，你不想认真去思考人生对你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就说那就是活在当下最重要。这个你就是不断的用这个问题在拖延，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当你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不要再用别的任何理由来拖延，我要自己去寻找，我要好好来想一想，我要好好想我要怎么过我的生活，我要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我希望在什么地方得到成长，我希望在什么地方得到改变。当你认真开始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开始成熟，你才开始真正修行，你才开始有宗教性。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去信仰一个宗教，可是每个人一定要修行。就修行是高于宗教，因为修行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要负责。你老是不对自己生命负责，你老是不去面对生命最重要的问题，一直拖延，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是最大的人生最大的悲哀，真的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那你如果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想要去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在修行。所以我常常讲说，修行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且你真的去做，不是只是想而已。我真的去做，我真的去改变了，我真的去调整自己的讲话的方式、做事的方式做人做事的各种观念，我真的去调整。你这样去调整，你就是在修行；你这样去调整，你就是有宗教性；你这样去调整，你就是开始认真面对你自己的生命。然后广金老和尚24岁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44岁好不好？我们44岁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也不嫌晚，没关系，因为我们寿命比较长。不过人家广金老和尚有活到95岁，人家活到95岁哦。好。24岁，他为了出家这件事情，从24岁努力到27岁，没有寺院愿意收他，3年努力3年，然后还好，后来这个我就是那个观音庙那个观音庙的那个小的住持他拜这个承天寺，泉州承天寺，我们台北不叫承天禅寺吗？有多一个禅，泉州那个他的主庭就叫承天寺同样承天这2个字。承天寺住持叫转承老和尚转动的转，尘埃的尘转承老和尚。转承和尚因为转承和尚是这个观音庙的这个小住持的师父，所以他就去拜托他师父。他师父就说：“好啦，这样子我不能够，因为他也不认识字我也不好说直接就收他为徒。这样子，我帮他收到我们的庙里当小沙弥，先从沙弥做起。”沙弥是不是正式的出家人？沙弥当然也剃度也穿僧衣，但是呢，他守的戒是比较少的戒，就是你真正的出家人要守的戒，那个戒律非常多。他就先当小沙弥
小沙弥因为守的戒律比较少，所以就是在寺院里面的地位当然也就比较低，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出家人嘛哈。就我们如果正式出家人，有时候会有一个名称，就是说受具足戒，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具足就是一切具足那个具足，受具足，具足意思是完整的，受完整的戒律啊，这种受具足戒就比较去正式的出家人。那你是只是受部分的戒啊，那在寺院里常常就是担任这个这些杂物的工作，要在厨房帮忙啊。当然做早课你也一起来跟大家做早课晚课哈，就是这些，但是师父不会特别教你什么啊，就是但大家团体的这些早课晚课你是跟大家参加的，或者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法会，你当然也是在里面帮忙，在里面也参加整个法会啊。但是就师父不会特别教你什么，所以就先从沙弥做起。这个沙弥一做从27岁出家，一做到41岁，也是13年，或是3年多。就我刚才讲，去南洋生活是3年。第二个跟他有缘的是3年，就是做沙弥的时间。做沙弥的时间做的是3年。有没有人教他什么？没有人教他什么。没有任何人教他任何佛法、任何修行的法门，什么都没有。那这段时间他到底在学什么？到底有什么成长？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说。